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课啊，好，这个开始反击了啊，之前受不了了，对不对？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欢快这个环节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保留项目啊，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都特别喜欢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来，言归正传吧，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这样，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啊，就说看同学们啊想听什么，就是想听什么内容，就是一个是自信，一个是内耗。结果我看到底下有同学留言说内耗，那咱们今天先聊聊内耗这个，对不对？内耗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都有内耗这个情况。你来聊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对内耗这个东西的看法。你对内耗什么看法？你这种不内耗的人，我是主持人啊。那又怎么样呢？内耗啊，我确实是一个不怎么内耗的人。就是你比如说你知道我内耗的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干啥玩意儿？就是不理解，对不对？确实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多，让自己这么累？但是我今天其实和娃说了有一点。等一下，你掉了个眼镜吗？那许个愿，就是我今天和娃说了有一点，我就说其实我感觉他精力很足。我说其实你和爸爸一样，精力会比较足一点。就是有时候哪怕睡觉睡得少，精力还是很足。但是妈妈其实就是精力能量是相对是一个比较低的人。是。其实我觉得相对而言，就是内耗的人相对能量就是比较低，能量比较低的人也容易内耗。我觉得未必有一个必然的联系，但大体上好像是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能量高的人是这样，我是觉得大部分情况下会更容易专注在目前这个事情上面，不容易被很多事情影响。就我只做这个事情。就哪怕我在当下跳出来做另外一个事情，我当下我就做那个事情。那么其实说实话，它不会有这种拉扯的行为。对，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是说，内耗的人他要把自己的能量的相当大一部分，摘出来，对，去消化处理自己的这些内在的这些纠缠，对，斗争，是的，挣扎，是的。所以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好像能量就略显不足了。这样有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样说是对的。对的，是吗？对的，是的，确实会有这样。因为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句话就是说，比如说当孩子在学习，他在写作业，如果旁边坐着那个家长就一直盯着他，你这个字写错了，你做的不够端，那我想起我自己也会这样。然后你这个笔画不对哦，这个结果不对哦，就不断的去说他。那么孩子他其实就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精力，去看父母的脸色，对，去看我这个做的不对，会不会爸妈会生气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了？啊，你为什么要做歪了？吓死我。你这个怎么算的？确实是。对，那么孩子就要调动他自己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到怎么去关注父母的情绪上，或者是避免让父母不开心。对，那么他就很难把自己所有的100% 那个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是一个中文学习的频道，放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那么他学习的成果效果肯定就不如孩子可以全身心去投入做这件事情。是的，是的。内耗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痛苦的一个生活痛苦、精神痛苦啊，一个最大的问题吧。问题哈，对，因为刚才我们是聊孩子，其实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说瑶其实就是状态比较好，精力比较足，比较专注做一些事情。其实那天我在大叔中文和茶叔笨叔聊的时候也说，其实瑶瑶这个孩子他其实可以不用特别在乎，不用特别去想，就父母是不是爱我，或父母有眼神有什么
内在的含义啊等等，他不需要去揣测我们的心理。对，他大部分对，所以他的状态就是可以就只做自己的事情。对，甚至是好像他太不能揣测，对，完全不能共情，就太不能理解。我给你一个眼神，你自己去体会是什么，完全没有这个，就好像有一层玻璃罩一样，把这个完全挡在外头。是的，以前就是我老师给我吐槽最多的，就是他在那个操场上，孩子们可能都在做操啊或者怎么，他就在那里扭跳，然后老师拿个手机我拍下来发给你妈妈看看，哎，老师拍我呢，跳得更起劲。他不是在教室里在拉那个窗帘啊？对，老师在拍他。对，一般同学都会认为啊，老师拍我了，赶紧停手呀。对，他拉得更起劲。但是他现在有一个让他困惑的地方，就是他现在大了啊，对，大了之后他会发现，有很多人说话就是有言外之意。对，有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说的话和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是的，所以他非常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该相信你说的话，还是我该去揣测你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他很困惑。所以他甚至在面对我的时候，当我告诉他我一个陈述句，一个平静的陈述句，妈妈你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字面意思啊。难道你不是想要怎么样吗？就是一个相反。我说我没有啊。他说可是我们班女生都这样啊。他说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然后有一天一个好朋友是个女生，然后他要给我当时表达一件什么事情，还是表达一个情绪，他只是到我跟前来把我瞪了一眼，然后就走了。他说妈妈我怎么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孩子或者这一代的孩子，大多数孩子，他们其实不必再去那么的懂事，对，那么的去需要看大人的眼色去生活，是的。那么相对来说，他们向内去挣扎、去纠结、去评判自己的行为，可能带给对方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部分就比较少。对。当然，他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会过于自我，同理心过弱，对，同理心可能没有那么强，然后呢，去换位思考，就相对要弱一些。对，但像我们这一代孩子，可能过于懂事，总是会想，哎，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给对方带来什么影响？对。然后就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就是其实是极度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不够被爱。自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会这是从小的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状态。对，是的，就是，你想小的时候我们聊过，就是你一定要够乖，够懂事，够听话，然后父母可能才会给你分出来一点精力和注意力，或者你从父母那里才能得到一个肯定，说啊你太乖了，哎呀你好乖，你真省心，是的，哎就有一种得到了莫大的褒奖跟肯定，那么就继续要把这一趴然后发扬光大，然后随着在长大的过程里，然后就会就是跟一些其他的不同的关系，就会把我们这个模式不断的强化，强化到就是你会感觉它就是像你的标签，对，它就是你的一个特质，所以很多时候我曾经一度特别困惑，我们总是说你要做你自己，对。我就会困惑，那么真实的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到底是带着这些标签，那个就是真实的我吗？还是说没有这些标签才是真实的我？对，我一度是特别困惑这个点。我好像也挺困惑，就是我说让你做自己，但是你真实的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吧？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有精神内耗的人来说，其实就是非常难以去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边界又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又很难去把这所有的东西向外输出啊，没有办法去伤害关系的另一方，因为可能它会带来，就是在内耗的人来说，它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啊，就会如果说我表达了我的需求，我拒绝了对方，我说了 no，我没有那么有礼貌，我没有那么尊敬他，
那么对方可能就要离开我了，对，我就要失去这个关系了，对，对方就没有那么重视我了，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了，就是这种恐慌感就在这里不断的延续。我记得就是咱们最近不是我想让你陪我看的那个有一个综艺叫做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面有一个男孩，他的家境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当时让他的代教律师崩溃的，心疼到崩溃的。过会儿我可以放给你看那一段。好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他自己，小时候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他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他的妈妈就是相当于父母很小就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婚了，他妈妈就直接走掉了。走了之后呢，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他的妈妈当时跟他说，等到你20岁的时候我们再见面。但是等到20岁了。也没有见面，然后孩子就在录节目的，他应该都25、26了吧，应该是25、26岁了吧，对，他就说就在前一阵子才加到了妈妈的微信，妈妈只给他发了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打扰我，然后他从小跟爷爷奶奶在村里生活，然后呢，他的爸爸重组了家庭。可能几年才回来一次，但说他每次回来，他说带给他和爷爷奶奶的都不是很愉快的感受。然后说他在7、8岁哪一年还是多大的时候，他爸爸在暑假把他接去了自己的新家，然后让他去照顾他和就是后妈生的孩子，然后就会有朋友同事来到他们家说，哎，这小孩是谁呀？他爸爸就介绍，这是我们村里的小孩，来帮忙照顾，就是帮忙来照顾孩子的。就他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受欢迎的。那肯定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他在讲述这一段是他和他的代教律师和一个同事他们去聚餐，在饭桌上，然后呢，在饭桌上的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给那个律师道歉，说我刚刚在车上用了一个你字，我没有用您，他内耗了。他代教律师是男的女的？男的啊。这个男的代教律师他自己从小就是他是北大还是清华的，就一路是相当于北大小学、北大附小、北大附中，然后一路这么走过来，父母又是北大的教授，所以当时他听到这个孩子这个经历他就回去，他当时云淡风轻，但是回去之后他就崩掉了，他就崩，就太心疼这个孩子了。所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看这个男孩他因为用错了，他觉得用错了一个字，一个称呼，他就内耗了，他就会很担忧，我说了这个会不会他们觉得我这个人不够尊重，不够，他很小心翼翼。是的，所以就是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就会在想，哎呀，我说这句话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是个很粗鲁的人，觉得我是个没礼貌的人，就会有这些信息不断的在脑子里挣扎，但我觉得就是那个综艺里的那个男孩很勇敢，他去表达，他道歉了，对，然后这个内耗在这里就终止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没有去表达的人，他就会一直绕在这个里面出不来的吗？对，内耗就非常非常长。这个也是你的日常的体验吗？我体验很多啊，我现在的内耗少了很多，以前的内耗好多。是我发个信息别人没回，他为啥不给我回？对啊，是不是很烦我？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哎，我刚发的这一段文字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太合适？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多。我在人际关系里的这种内耗也很多，我面对我父母的内耗更严重。就是他们如果提了一个需求，我拒绝了，或者我没有做到我认为可能完美女儿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应该做这个标准，对吧？这下完了，我爸妈生我气了，他们肯定认为我怎么样，然后他们怎么样，然后以后就怎么样，那个思绪在脑子里不断的翻滚，然后我整个人就变得焦躁，不安，直到可能某一段时间之后，某天一个契机，然后跟他们接触了呀，或者怎么样，发现没有什么，过了，
但是这一段煎熬的经历，它就反复在你的生活里不断的滚对，动，后面还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上演的。依然会滚动，不断的滚动，滚动，滚动。那其实说出来听起来像一个死结呀，不能出来吗？能啊，能。你看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说是关于内耗的人，他的卡的 bug 点在哪里？就首先他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不太能清晰的告诉自己，或者不太能清晰的识别出，我现在是什么感觉，他只是觉得好烦躁，我说这个话，他是不是怎么样？但他只停留在这些思绪上。这是思绪，不是情绪。对，情绪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感觉到不安，我给他发了信息，他没有回我，我觉得不安，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语言表达，或者因为我这个人，对方对我产生了不满，没有把这个东西这样捋出来，这是一个，这是情绪不清晰，情绪模糊，然后再一个就是需求模糊。需求模糊怎么说？你看，像我跟你说的，刚才在我脑子里滚动的一直是这些思绪，我的需求是什么？没有出现过。对，其实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就要想一想。但我觉得非常的内耗跟焦虑的，我的需求是我现在想要对方一个确切的答案，对，确切的答案。就像我刚给你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他去跟对方道了歉。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其实表达出来了，我觉得很抱歉，我刚才用了一个什么什么字，我觉得我好像挺没有礼貌的，这是他的需求，他清晰的表达出来了，对方告诉他，没事没事，这完全不存在，他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说我一直很内耗的时候，我没有清晰的表达我自己的需求，甚至我自己都没有看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那么这个。就它不断的在你脑子里滚动，滚动的都是这些折磨你、消耗你的思绪而已。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想想啊，应该就是边界。边界很模糊，就是我们之前有聊到的，像课题分离，对，你其实没有清晰的去划分这个边界，就这件事情到底是你自己的需求还是对方的需求，是你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你把它划分清楚，其实就能不能举个例子？其实我能理解这句话，但是我像刚才跟你说的这几点，它其实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是一环套一环的。让我想想啊，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小朋友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在那个阶段还是有点诚惶诚恐。对，虽然我当了家委，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怕老师的。我从小都怕老师，是我跟老师说话，就是你自己本人就怕老师。对，我跟老师说话会紧张。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给老师发了信息，我打了电话沟通了关于孩子的事情之后，我就会不安，我就想老师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事儿特别多的妈妈，是一个把孩子不断的在保护孩子的妈妈，是的，太敏感啦，太矫情啦，太玻璃心啦等等，我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念头出现。对，然后现在的状态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跟老师说完就是你愿意怎么想你就怎么想，我表达了我的需求就可以了，我达到了我的目标就可以了，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不重要。是，就从那个阶段跨到这块儿，它其实就是这几个嘛，情绪。我首先是我觉得我怕老师低看了我，我怕老师觉得我怎么样，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其实就是希望老师不要因为我而影响对待孩子的方式，对，不要影响对待孩子的看法和方式。对。但是这个边界一划分，就是，我怎么表达或者怎么样，这是我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可以想表达我的需求、我的情绪、我的态度、我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我都可以表达，它是我的权利。对，老师怎么看我？是他的权利，是我无法干涉的部分，边界划清楚，就是他想怎么样用自己的思维去看我都没有任何关系，都没有任何关系。是的。然后，而且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我发现了，就是老师也并不会因为我的言行
怎么去看孩子，反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会接触下来，会觉得老师在这个过程里会逐渐的发现我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虽然是很敏感，对，而且我到后面我就开始我也很坦诚，跟老师表达我就是个很敏感的人，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老师会知道哦，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仅此而已，打住结束。是的，是的，就是会把很多放在脑海里的挣扎，给它扯到明面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就像你之前上面说这个小伙子，他就把自己心里这个想法，对很多人可能面对，比如说你这个上司、老板甚至这种人，你很难说出口，那你可能一直就是憋在心里头，对，你就一直都在想他到底是怎么想，他到底怎么想，他怎么看我，那就会不断的内耗下去。是的，其实要是能把它说出来，是的，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就像你后期对老师的这个状态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了。就是我想起来前阵子刚放假的时候，带孩子们就几个同学去那个相当于一个什么，那个地方怎么叫？水木清泉。就是一个温泉，一个综合游乐的一个地方。对对。然后它有戏水池，有游泳池。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层是可以休息，看电视啊，躺在那里慵慵懒懒的，就带了好多孩子去这个地方去玩。对。然后，我平常其实跟家长的交流都不是太多。对。然后当时只有我一个家长，在游泳池边陪着孩子们。是的，是的。因为我的孩子不会游泳。是的。除了我的孩子，还有另外的1-2个孩子也不会游泳。对。对，但是就是只有我一个大人在那里。其他所有的家长，甚至有几个孩子家长都没有来。对。然后他们都在下面去休息。然后他们就笑我。笑我觉得我对孩子对孩子太放不开了。甚至那天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当所有孩子都全玩完了，我们收拾完都回到那个休息区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说我这样不行，你这样活得太累，你这样怎么样，就是开始给我上课了。对。我以前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他们还没有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自己已经想了这些。对，我在游泳池边待着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觉得坐立不安了。我甚至可能会抛下孩子，去跟他们在一起。对，因为这种情绪而抛下。对，我想，哎呀，他们怎么看我呀？这些妈妈肯定都会觉得我这人太小心眼了，然后这对孩子放不开，然后都怎么样。但是我可能就会选择把孩子放着让他们自己去玩，然后我就去了妈妈们那个区域。但我能想象我在妈妈们区域做的时候，一定坐立难安。然后小娃子们对又不会游泳，呛水了，或者没有那个看护人员又没有在跟前，救生员没有在跟前，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我脑子中我的情绪是什么？很清晰，我担心我孩子的安危，对，还有那些其他不会游泳小朋友的安危。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陪着他，我要看着他。我去做就好了。对。然后在这里，我看着我的孩子是我的需求。对。他们要休息，那是他们的选择，这是我的选择，所以非常轻松的舒服。对。然后我们再去第2次的时候，然后几个妈妈就已经知道了你是这个特性。对对对。然后就会，好像有一种就是，哎呀，你就小心眼啊，你看然后他们互相的说啊，他就是很小心眼的，我就说对啊对啊，我就是很小心眼，我就是放不下。是的，是的，就是我把我这种怕别人去 judge 的部分、评判的部分，我就拿到明面来说，我这就是我就这样子啊。对，这其实就是做自己啊，做自己，接纳自己。是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是的。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你看从情绪需求边界的划分上，你就只去想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焦虑和内耗就会少非常非常多。而且这点还有就是因为你涉及了这个社交场合了嘛，就是一个社会层面大家的一个潜在的这个潜规则一样，对，大家会认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是的。你假如不符合这个规定，和大家有点不一样，对，你好像会觉得别人会说你，别人可能真的会说你，或者背地下会说你。对，我这就是被他们说了呀。是啊，但其实说实话，就像你这样做，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让你们看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人。是的，我不是很在乎你们怎么想，你们
你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是你们得接纳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他们甚至可以不接纳，对，甚至不接纳了与我无关。是的，我确保我孩子的安全就好了，与我无关。你们可以不接纳，是的，我也并不期望，因为我的需求不是说我要和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我的需求是我的孩子们他们玩伴之间互相玩耍，而且我有发现他们也并不是不接纳我，是的，他们只是要这样去说一说，表达一下就过了。对我其实造成不了任何伤害，是的，反而我会觉得这些家长们心直口快，很好相处，是的，也很 nice。然后我肚子饿了，我在游泳池边，我肚子饿了，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就会把吃的给我送上来，我觉得也很好。而且我也觉得他们很相信我，因为我足够谨慎，我也可以照看好孩子们，是的，这点我也觉得很好。是，我觉得是这点就是最重要，其实真的就是你把自己的需求真的要摆在明面上，对。把你自己这个为人的状态摆在明面上，你的想法摆在明面上。内耗就是说实话，你所有东西都憋在心里。是的。但假如你都能放在明面上，你在放在明面之前，你不要想别人预设别人是怎么想的，别人未必是会像你想的那样。我觉得很重要点就是自己不要嫌弃自己。对，确实不要嫌弃自己。你都嫌弃你自己了。是的。别人可能会嫌弃你啊。是的。所以一定不要嫌弃自己。是。就是你敏感也好，谨慎也好，然后或者是说，想太多也好，他一定都有很大的优势的，是的，一定有的。你要珍惜这样的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些特质，是的，不要嫌弃自己。是的，我就没有嫌弃过你。我说的是嫌弃自己，有没有说嫌弃对方啊？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我的行为模式其实就是比较相对接近。就整个社会的这个模式，大家会认为这样少想一点，就乐观一点，想开一点，对吧？很多事情不用那么小心。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整个社会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对，人也不是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你以自己认为舒适的方式去做就好了。而且说实话，像你说，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性格也有两面性，为人处事也有两面性。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落实到你首先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对，现在网上很流行一个，叫个一旦什么来着？一旦什么来着？我怎么知道？呀，忘记了，就类似于就是一旦撕破脸啊，或者一旦做了神经病啊，就会非常快乐。是，现在甚至就有人会拍那种段子，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去那个理发店，然后说，给你染发，你是选择，我们的托尼老师，还是我们的总监，还是我们的店长呢？因为每个价位不一样哈。然后，那就给我来一个你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他可能沟通上不是太好。然后内耗的人就会想，哎呀，那咋办？好像不太行，那要不就选个贵一点的吧。然后不内耗的人就是外耗的人啊，就是那。他连沟通能力都没有，他敢出来上班啊？对。然后那就想给你来染个头发，你选199的、299的还是399的？我就选最便宜的199的。199的可能会伤害头皮，建议选个贵的。内耗的就好吧，是不是我显得我太抠抠搜搜了？不内耗的人说，你们199的伤人头皮都敢给顾客用啊？就是对啊，把所有的对内的消耗全部向外输出向外去输出。是的，就是这个脸，我要不要无所谓。就是之前太要脸了，对不对？太要脸了。对，只要所以最终的奥义就是不要脸。对。想不到我们看那种段子就特别的解压，对，真的是特别解压。但是它其实就是表达了，就是你有你的想法、你的需求，直接去表达，没有任何可丢人的，一点都不丢人。对，不要因为这些，有时候哪怕只是你去理个发，或者你去哪里去，人家让你办卡，其实你不想办，但是又好像很纠结，觉得抹不开面子，人家都跟你说了，然后你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办了卡，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放在最前面，理清楚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划分边界。我觉得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对，就真的刚才像我们两个说的，就是不要脸，就是真的不要脸的最终奥义就是把你的需求都摆在明面上，让别人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而且再回溯一点，就是真的要接纳自己。我觉得
内耗的人就是不容易接纳自己，这才是内耗最大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应该从接纳自己开始。凡事少怪自己，凡事怪自己，不少怪自己，怪别人。凡事少怪自己，尽量多怪别人。好的，今天这个听老师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课啊，非常有用，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大家记住啊，不要脸，不要怪自己，我不是这么说的，怪别人，我不是这么说的。好的，差不多大家能理解啊，我们开个玩笑啊。那今天就咱们到这里啊，下期的话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啊，同学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话题呢？听老师一定会告诉大家的。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里的哦，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哟？皮筋。好了，什么？皮筋啊。好，拜拜。